大家下午好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代最新出了这个SHF 的格里菲斯将军啊，格里福斯将军，是定价是800多吧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一盒是850块钱，现在好像是那个卖价是高到了900块了。然后我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做的很垃圾啊，真的。不值这个钱，你500块钱我都觉得不值。一开始想着500块钱就算了，500块钱不值啊。首先看一个非常难崩的点，我们看到它的做旧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敷衍啊。它两只手这一只手的字体也基本相当于完全没差，就两只手的色调其实差别非常之大，一只很中，一只就干净一点。然后整体的一个关节，下半身的关节非常的松垮啊，上半身的关节有些地方又太紧了，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个做的旧的大号做的旧的拼装啊，可能披风比拼装好一点，但是它的一个价格跟拼装完全就一个天一个地啊，我是觉得不是很值啊。然后怎么说，主要是看一下它跟同系列的一些其他人偶的一个比例吧，比如说孩之宝的一个皇帝啊，然后一个孩之宝的杜库，还有 EP3的一个 SHF 的欧比旺，这些都没有给大家拍视频。这个主要就是跟欧比旺，因为它确实就是有互动的，基本就是只有跟欧比旺和安纳金了，也给欧比旺一枪干掉了。所以说就主要看一下他们两个的一个身高对比。然后它是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卡纸的，就之前的星战产品都是会请画师专门去重绘一下背景纸，但是这一次跟老王依然都是银色的卡纸，就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插画了，就比较可惜吧。然后Team Studio 的那个死星主管，就那个 KO 的，不是 KO， 那个盗版的布衣的那个达斯维达，我大概明天到吧。然后我要试试看看能不能换 SHF 的头雕，还有一个真人头上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一款应该还行啊。我是300块钱买，然后就看看能不能给它换上去吧。我先把东西拿出来一下，这样的一个主体。整体非常轻飘飘啊，甚至没有这个老王重啊，差不多刚他们两个的手感。然后我们能看到一个身高对比，就是老王只到他的肩膀这里啊，这样看还行啊，这样看。然后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，我把这个支架往下放一下，因为刚才是要拍盒子啊，整个盒子挺大个的，没有想象中大个，但是对比起同系列的话也算大个了。然后它整体的下半身非常的软啊，我们看到它它是有送一个魂支架的啊，但是我朋友说他忘记寄过来了，所以说就只能这样了。然后今天就没办法给大家比对一下那个拼装的 GG 了，因为那个被我拆开了，我之前本来打算重涂的，但是一直还没有时间去重涂啊，所以说就这样吧。就看一下我现在手头有的一些就行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主要就是它这个双腿这个关节啊，也不是说它很软嘛，它的屈膝是完全没问题的，这包括脚掌的这一个关节的紧实度也是没问题，问题就出现在它胯部这用了2个双关节，这个球关，这2个又非常的单薄，就导致它整体这个因为腿长嘛，然后它受力就完全是靠这2个小小的关节受力，所以它这个腿就会变得非常的软。我们能看到，我这样摇一摇晃一晃，它这个腿是会很明显的一个前后晃动的，就是只能上支架吧。如果你真的要长期站柜的话，就只能上支架，是自立的话应该还是蛮困难的啊。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面雕，我觉得做的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一个 GG 标志的一个眼神也是印得非常清晰啊。然后身上的这些战损也是头部的战损做的是蛮漂亮的，这些裂痕还有包括一个爪痕的一个刻画，但是可能2个耳朵稍微字写的有一点重啊，然后嘴巴这里的涂装也是有一点错位啊，但是整体来说，整体的一个造型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包括它这2个呼吸管，包括它脖子的这些管线，整体的一个上半身的表现是蛮漂亮的啊，然后它这个并看不到内脏啊。肉眼看是能看到一点，但是其实不算很明显，就是
毕竟这个透明件的一个通透度也不是很够啊，是有内脏在里面的，但是我们能看到红白的，但是呢就非常的不明显，所以就忽略不计吧。然后整体的一个做旧，就是我说真的，它的本体的做旧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敷衍啊，做的非常的糙。我们能看到它肩膀这一块啊，它甚至就直接蹭掉了一整块掉漆液，然后旁边又一大块是红的，这一块又是米黄的，这两个就色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。然后另一边的做旧又比那边轻很多，然后这些字体，你看这种成块的，就是字体液糊上去之后没干的这一个做旧，特别是这一只手，我们看到两边完全是两个字体强度，包括裙甲也是一个中一个环，完全这个字体完全做的太敷衍了，真的太垃圾了。整体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发色都受影响，背部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一个零件的锐度也是在的。我觉得这款可能相较于拼装，它的优势就在于它首先它这个做旧，它有做旧，但是它这个做旧水平就不说了。然后就是它有一些手型吧，比较特殊的一些手型可以比较有神态一点啊。拼装毕竟就只有2个握拳手。整体的一个外观，然后这个骨架就是一个金属色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骨架，没有干扫做旧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金属色糊上去，它甚至一点干扫都不愿意给啊。它这个用的是枪金属，枪金属的话少一点银色的话是蛮好看的，然后它也不给，行吧，那就不是什么特别用心的一个产品啊。然后就简单看一下它的可动度，抬头的角度是非常好的啊，因为它本身这个造型关系。然后是有一个引出关节，就是因为 GG 大部分时间都是佝偻着腰的，一个像脊椎一样的一个伸出关节，左右、上下都还可以啊，头部的可动。然后平台是超过90度，大概110度左右，这样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上下抬的一个双关节，肩胛也是有做一个避让关节，然后。蝴蝶关也是有的啊，但是幅度并不算特别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算蝴蝶关啊，算蝴蝶关哇！它向后的蝴蝶关，向后我们能看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明显，向后的蝴蝶关的幅度比向前几乎没有，因为给这里干涉到了，向后的幅度是很大的，可能是为了还原 GG 的一个拿4个关键的一个造型吧，毕竟也不是什么正常人类体型啊。GG 确实大部分时候它的一个动作都比较的夸张，它甚至有那个。爬行模式跟蜘蛛一样的，然后手臂的一个弯曲就是正好90度了，手型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SHF 的一个球关，弯腰的一个可动是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啊，是大概25度左右，然后后仰就几乎没有了，左右的话就15度左右，然后360度转是没什么问题，然后这2块屁帘一样的东西呢，也是可以转动的，有时候会跟这个腰部干涉啊，所以说。玩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小心它蹭漆或者折断了。我们腿的一个前踢，因为没有前裙甲的一个阻拦嘛，是完全能踢到自己头上的啊。然后非常的松，我们能看到，真的非常的松啊。哎，受不了了，这个关节也不知道好不好加固啊，因为看着像是直桩插在里面去了，可能拔出来的话有一点风险吧，可能要吹干。吹风机，然后再把它拔出来，不然绝对断了，那个太薄了。然后后踢，侧踢的话就只有45度了。腿的一个弯曲的话是可以完全贴合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脚的一个这里做了一个特殊的关节，毕竟是逆足一样的角色啊。然后接地的话非常糟糕啊，接地的话甚至没有15度啊。就真的他送的那个支架是。必备配件啊，因为它靠自己本身的话，真很难站住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跟主流角色的一些对比吧，像刚才欧比旺的，我看看能不能让它勉强站住。OK， 站住是没什么问题，这样站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它那个佝偻身体的话，肯定是站不了。那我们看到差不少啊，身高的一个对比。然后帕尔帕廷，我们的这个皇帝，其实皇帝好像也没有跟那个。GG 有什么同框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基本都是每次都是在投影里面啊，也是跟欧比旺差不多。然后杜库，我看一下我的杜库放在哪里。哦，在这里。
这是孩之宝的杜库啊，万代的那个杜库做的太丑了啊，不如孩之宝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而且那个也一直没有再版了，现在价格好像也还 OK。杜库，他们俩的戏份主要是在动画剧集《克隆人战争》里啊，就真人电影里是没有同框出现的，基本。就杜库明显的高很多啊，杜库是能到他肩膀以上的一个水准啊。然后来对比一下孩之宝的克隆人，这是我自己重涂的一个 Lex 啊，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早的那一版的克隆人战争的动画，就 CW 那一版，里面的居剧是非常逼格非常高的啊，杀克隆人真是一见一个，杀得很猛。然后看一下他的那个披风。这个披风的话还行吧，虽然说比不上手艺人的披风啊，但是手艺人的披风是没有这个扣子的啊。然后这个万代是给他做出来的，然后就是没有，他甚至没有加那个 logo 啊，居剧那个披风上非常标志的一个大的一个 logo， 他竟然没有啊，就太敷衍了。然后当然也是给了4个兜去放4把关键，居剧是关键收藏家嘛。然后这次也有一个卡扣是可以扣在。看一下，卡扣可以扣在本体上的，做一个固定。它真的没有那个标志，我就觉得太 low 了啊。那个标志真的是非常帅的一个标志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是要怎么穿，看一下说明书。说明书说，哦，直接套进去就好嘛。哦，要先把一个遮丑的一个零件给取下来，应该是这一个。这脖子上有一个小零件，我们给它取下来，然后把居剧头给套进去。居剧这个角色还是挺惨的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《帝国新歌》的视频啊，讲一下它的起源啊。它完全就是给帕尔帕廷和给杜库2个人算计了，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，是挺惨的一个角色，但是。确实，本身也够邪恶吧。看一下，它这个要往下套还不太好套啊，因为它这个肩甲会干涉到，我要往下拉才能把它拉到卡扣的那个位置。我在手机面前不好操作啊，我自己研究一下，等一下再拍吧。披风穿上之后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啦。整个披风的一个手感或者说铁丝的一个粗度吧，都比我想象中好一点啊。一个铁丝的定型能力也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不会像拼装一样那个披风那么傻逼，然后也不会像一些万代的一些绝地袍啊，或者说孩之宝的一些袍子一样做的那么厚啊。这整体来说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除了没有那个 logo 真的是很讨厌啊，其他地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真的，它这个佝偻态没有支架真的是还原不出来呀。毕竟他卖800、900块钱的，不给个支架真的是说不过去啊！哇，真的太难摆了，它这个造型。然后接下来就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吧。哎呀，这个小的给它拿起来，别等它丢了。就是2对手型，还有2只裂开的手，还有4把关键啊。先看一下手型吧。手型这个是握关键的一个手啊。我觉得手型是这次做的最好的地方了。它这一个金属色的一个分色，还有关节这样的一个涂装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，并没有一个出界。而且它这个开掌手真的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啊，它整体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张力、一个神态是有做到。我们看到它整体一个6指张开的一个幅度是非常大的啊，对啊，它6根手指哦，然后一个金属色的也没有一个溢漆的一个现象，所以说。手型做的不错，而且它手型是软胶哦。软胶的话，毕竟它手指那么细长，不怕断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分裂的一个手，关节配置跟本体身上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只是说裂成4开。然后我刚才试过了啊，非常不好安装啊，非常不好安装。它整体的2只手都太紧了，你把它弄出来的话，需要一点巧劲的，或者说泡热水什么的。来看一下关键。这是一把蓝色的关键啊，它这些具体的关键出自哪个角色我就不清楚了啊。我看孩之宝的那些基本就是直接拿的
安纳金啊，或者说欧比旺的一些关键铜模直接去用的啊。然后这些关键的一个剑柄涂装都很漂亮啊。然后这个就是达斯维达的关键啊，有点像啊。它这个绿色的这一把，然后这个蓝的这明显就是欧比旺的关键啊。但是剧集中呢，他又没有拿到他们的关键的，毕竟被欧比旺一枪干死。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透明冠阵给它拔下来，保留4个剑柄，然后给它插回到披风里去。先把这4个冠阵给它拔下来。哎呀，然后它好像是有分一个哦，没有，我以为它有分一个左右啊，结果都是直接，哎，我还是把这披风取下来，因为这披风确实影响，等下影响我那个演示换手啊。取下来倒是蛮好取的，装回去是不好装，就直接给它装到这个洞里面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洞里的话，这个洞开口有点小啊，需要自己去找一找角度，给它这样 OK， 就这样放进来，然后4把都放进去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比较好奇啊，就GG如果没变成这个残废样之前，它是不是原力敏感者啊？它说不定可以用原力呢，但是它非常可惜啊，它的设定上，它剑法是挺屌的，但是它就是毕竟残成这样的，它也没有那纤维去用原力了。那不然的话，我感觉那些绝地大师说不定能杀的更多啊，他杀了不少绝地大师啊。那个 EP3的话，那个有一个删减片段，那个沙克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就是一个绝地大师跟那个阿索卡，哎，不是阿索卡，不知道是不是阿索卡，反正差不多同种族的吧，长得非常丑的一个绝地大师啊，是克隆人教官来着的，然后也是被GG给杀的。哇，这一个怎么这么难筛？这个口太大了就不筛了，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。放在这里面呢也不会掉啊，非常的紧实。然后看一下换手啊，换手有点麻烦啊，是建议大家先屈膝，然后先把后面给它旋出来，你不要这样直接硬去拔啊，我感觉这样会断啊，这样一定会断的啊。就这样屈膝，然后先把后面的这样你慢慢给它转出来。它这替换就是2个手臂直接这样替换。这个甘蔗太长而且太细了啊！哦，这一边就非常的轻松，你看这一边非常轻松的拔下来，这一边真的是不太好拔啊，也下来了。OK， 你看它这金属期就只上了这边，还好这边没上下，这边要是上漆的话，这是包断了。然后看一下它这一个替换手，GG的这个设定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天才的啊，在几十年前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设定，确实是非常的帅啊！很多人可能都没看过《星球大战》，但是看过他那个表情包，就他大风车的那个表情包，就直接这样给它插进去，哎，然后它这2个这样插进去之后，它没有了那个，哇，这前面真的是非常的紧啊，就可以裂开了嘛。它整体的一个4只手。它这一个关节得到了一个解放，就是蛮漂亮的一个形态了。我觉得GG还是得把手裂开才够霸气啊。然后它跟那个孩之宝的太尉机器人配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因为GG身边长期有2个太尉机器人嘛，是他的保镖来的。但是本来官图上GG是有那个电棍的太尉机器人的那个配件。但是后面他还特意标注了一下，说本产品不附带这个配件啊，真的是服了。他官图都拍好了，结果跟你说没做这个配件。最傻逼的是，万代没有太尉机器人的玩具啦，所以说明他这个配件本身就是专门做给GG的，但是他又不附，这小气的要死啊！他定价这么多钱，连一把武器都不配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了。一个4手
裂开的一个形态，还是非常帅的啊！哇，哪吒，美国哪吒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哎呀，他这个腿真的不好摆啊，为什么感觉这么怪嘞？我觉得还没有孩之宝那个狙玩起来来的舒服啊。虽然说孩之宝那个也是纯垃圾啊，那个比例做的完全不对，太小个了。孩之宝什么时候重置一下狙啊？这么人气的角色。大概是这样。我发现问题所在了，问题就在于他这个腿没有办法往外踢，侧踢踢得很大，就导致他这个站姿会看着很奇怪啊。反正大概就这样吧，总体的一个表现没有上支架，把玩体验真的是一坨狗屎啊，完全玩不了。然后关键的握持之类的就不带大家看了，反正就是那么一套逻辑嘛。说明书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讲的都是些配件替换，还有一些零件损坏的一个提醒啊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这绝对不值800-900块钱啊！这个东西你跌到400-500可以考虑一下，只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因为毕竟拼装现在绝版了，它现在价格也起来了。但是你如果预定价去买这个狙的话，绝对亏啊，绝对亏，真的做的不好。这样给他站住，好难站住啊！我操，他这下半身的关节又多又软。OK， 差不多这样吧。不知道大家能打几分啊？我是只能给到5分吧。上他这个价格就给他打4分就 OK 了。然后那个后面的话，刚才说的那个 Team Studio 的一个实行主管，还有。KO 我看最近出了一个马飞的加菲，还有 CJ 厂的一个莱纳，这些都到货了就我都买了，到货就给大家测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奥创的那个龙笋，说是1月份出货，就没那么快咯，就出货有机会拿到，第一时间拿到的话再给大家拍视频了。那今天这一款 GG 就简单看到这里了。期待一下万代后面出的3个动画线的角色吧，那3个绝对是太漂亮了，那3个绝对是会第一时间吃线购入的。那到时候再给大家分享拍一个视频，反正这个GG我就觉得垃圾啊，不值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再见。